一夜之间，华夏把所有外界人员驱逐出境，并号召全部华夏人修仙。隔壁小日子更是嘲笑我们是牛马。而1年后，神明降临，力压群雄，华夏就飞出无数人黄帆。诸位道友，外面危险，待我人黄帆，助我修炼如何？1年后，灵气复苏。一开始，所有人都没有把这当一回事，直到1年后的4月20号，许多人随机变成了丧尸，还有动物亦变成怪物，无惧子弹打中皇帝。各国军队从内部坍塌，节节败退，世界秩序一夜间荡然无存，人类一败涂地。后来，修炼者出现，可以和丧尸、怪物抗衡，人类文明逐渐站稳脚跟。如此坚持了9年，直到10年后，更恐怖的灾难降临，加上叛徒作祟，人类灭亡。人类文明倒计时10年。所以，苏岩先生，你就是从10年后重出回来的？没错。小兄弟，你说你来自未来，是一位修仙者，可以向我们证明一下吗？你确定要看？那可得做好心理准备了，最好把你们的强效救心丸准备好。此言一出，几个老头一头雾水，他们就想看看传说中的修仙者的手段，为什么还要吃强效救心丸？没什么，怕你们被吓死而已。万魂幡，见。见鬼了！警戒，快警戒！收！怎么样？相信了吗？快拿我的药来！给我也来一颗。乖乖，刚刚那是鬼吗？你们真是有福了，这万魂幡我1周前才刚刚炼制好的，新鲜出炉，热乎着呢。这是万魂幡，修仙之中属于魔道流派的一门术法。刚刚你们见到的就是灵魂祭炼而成的鬼魂。众人恍然，很快就能够理解，在华夏的文化之中，关于修仙、修道的传说有不少，也有大量的修仙影视、小说、动漫的出现。只是传说归传说，但是当其真正在眼前变为现实的时候，还是给他们带来一种灵魂上的震撼。鬼魂都是生人魂魄，威力不凡。我这杆万魂幡是魔修的基础款法器，未来魔修基本人手一杆。小友，刚刚你说这些是人类的灵魂？苏颜一愣，随即就明白了长老的意思，自然明白长老在担心什么。只见苏颜伸手，万魂幡直接飞起，在一旁的迅速变大，在那旗面上，一张张可怖的面庞浮现。八嘎啊！我刚刚没听错的话，这鬼魂是说话了呢？你没听错，我也听到了，说的还是日语。众人脑子里全是问号，鬼魂会说话能够理解，可是这玩意怎么说的是日语？很简单，因为这些都是小日子的灵魂啊。众人一愣，随即又是一松，刚刚心中的隐忧一瞬间荡然无存，甚至脸上有些幸灾乐祸和满意。在场的都是活了好几十年的老家伙，对于小日子的厌恶更加深邃。现在听说这里面1万个生魂全部来自小日子，他们高兴都来不及呢。最近也没听说小日子哪里大规模死人啊？不对，还真有。就在刚刚，小日子举行晋国神策祭祀时，被人黄帆袭击。小日子高层死伤殆尽。所以2个半小时前的晋国神策是你炸的？对啊，我可是魔修，用法术炸个晋国神策，杀几个岛国高官炼制万魂幡，很合理吧？众人一瞬间脑子都麻了。要知道，这场小日子的袭击案件可谓是震动世界，因为他们的领导层集体几乎全被炸死，并且要不是苏颜出现，长老和师将他们现在都在召开分析会议。这件事不准透露出半个字出去，一旦泄露，即便各位都是老朋友，那也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呵呵，老子早就想这么干了。小兄弟，你真是刚来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天大的惊喜啊！小友，不知道灵气复苏以后，我们华国的命运如何？我华夏可会天骄辈出，人人如龙，我民族可会实现愿望，屹立世界之巅。我等可曾为护佑百姓为养？不曾。在未来，我们不仅没有屹立于世界之巅，反而举步维艰，步步艰难。听到苏颜这样说，众人脸上都是浓浓的不解。这确定不是说的过去100年的华夏吗？灵气全面复苏的初期，我们的确是表现不错，发展势头很猛。但是也正是由于地大物博，各项修炼物资居于世界之最，所以我们遭受到了各大势力的集体针对。以鹰将为首的各国宁愿不顾本国安危，也要遏制我国的发展。鹰将甚至不惜发射导弹来扼杀华夏的天才。尽管如此，华夏还是逐渐站稳脚跟。但10年后，神明不知从何而来，人类的抵抗在其面前不堪一击。而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鹰将、岛国等国家却直接投靠了妖魔，给了人类同胞致命一击，至此人类灭亡。这些杂碎，和平时期就针对我们，灾难来了还不当人子，甚至在最后关头还背后捅刀子，真他妈不是人！人间求见。对了，毛熊呢？和二毛的战争消耗空了大毛的国力，再加上鹰将的刻意针对，毛熊在灵气复苏初期就覆灭了，连丧尸之乱都没有挺过去。鹰将还真是罪行深重啊！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预知未来世代兴衰，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有顾小有在，有超前时代的眼光，未来必定会改写。顾小友，你既然来，想必心中已经有了计划，不知道你对我们接下来的发展有何建议？定国策，全民修仙，提前开始修仙纪元。我明天将修炼功法交给你们，到时候以官方的名义发放全国，并且逐步公布修仙的存在，强制全民修炼，提前布局未来。虽然现在灵气尚未全面复苏，修炼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却可以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提前踏入修仙纪元。等到灵气全面复苏之后，无数的强者将会以井喷之势出现，天骄辈出，强者如云，到时候才是真正的人人如龙。好，超前修仙，提前步入修仙纪元，这是我们的机遇，是华国的幸运啊！那就按苏先生说得来，接下来的1年，我们的国策就是全民修仙。接下来，我们将成立全国修仙工作专班，设立全国修仙工作指导小组办公室，由我担任组长，在座各位任副组长，全面推行全民修仙工作。义不容辞。您是修仙纪元第一传法者，我想邀请你担任专班的首席修仙顾问，不知您是否同意？没问题。嘿嘿，苏兄弟，请问一下，你掌握的功法是什么方面的？我的功法有些特殊。闻听此话，施将军等人的眼神唰的一下就变了，因为武侠小说里面也有一些特殊的功法，比如什么欲练此功必先自宫之类的。要是苏颜的修仙功法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是选择修炼呢，还是修炼呢？一夜之间，华夏把所有外籍人员驱逐出境，并号召全部华夏人修仙。隔壁小日子更是嘲笑我们是牛马。而1年后神明降临，力压群雄，华夏就背负无数人黄饭。诸位道友，外面危险，待我人王酸，助我修炼如何？我是一个专业的化神7大魔修，功法也全部都是魔道功法，所以你们想修仙大概是修不成了，只能修魔。魔修就魔修，这有什么？你虽然是魔修，但不还是为了守护同胞而牺牲自己吗？你能修，我们咋不能修？对，没错。不能修仙，那我们全员修魔不就是了？什么魔修？我觉得我们是正道魁首。功法无善恶，正魔在人心，十恶不赦，行菩萨手，只要问心无愧，我华夏行走人世间，最大的正义。你们能够这么想就最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今天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信息要消化和整理，休息一晚，明天再具体指定计划吧。看着一群人黑眼圈，苏颜嘴角抽了抽，没有过多的废话，直接掏出一个 U 盘，啪的一下拍在了桌子上，一点精神都没有，怎么好好推行修仙工作？都起来，我现在就带你们修炼，给你们提劲。听见此话，所有成员都是懵逼的看着这位修仙顾问，他们现在都还没有消化完修仙这个消息，结果就要开始修炼了，都感觉这速度也太快了吧。不然呢，等到你们累死之后，我带着一群尸体修炼，所以你们要马上开始修炼，成为魔修，而且还要是大魔修、大魔头。苏先生，你说的修炼功法就是这个吗？我还以为所谓的魔道修炼功法，要不就是记录在古片上，要不就是刻在古老的石碑上，结果那一套早就已经过时了。为日之下，我们都是将修炼功法存在手机、电脑里面，一部小小的手机，别说1本功法了，存个几万本都没问题，还能随时查看，是最方便的修炼载体。诸位，时代变了，未来是修仙和科技相结合的纪元。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本我以为自己主持华夏一切大小事宜，对未来的认知已经足够清晰，没想到还是落入了思维的窠臼。灵气复苏之前的每一秒都很珍贵，你们越快踏入修仙的门槛，我们的实力也就越强。苏兄弟，这玩意怎么修炼嘞？首先，你们需要喝1桶猪血。众人一愣，不知喝猪血和修炼有什么关系？这是未来魔修的基础学科，血魄圣境，无视修炼资质的功法，任何人都可以修炼。只要吞噬海量的血气，任何血气都可以，理论上可以无限的增强肉身。从一开始的增强体魄、沉疴进去，再到断肢重生、返老还童，甚至以肉身硬抗核武器，乃至于遨游太空都能做到。苏颜话音落下，所有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断肢重生、返老还童、肉身抵抗核武器，甚至遨游太空，对于他们来说，这功法实在是太恐怖了。苏兄弟，请问你说的可以抵抗核武器，需要多久才能修炼到？一夜之间，华夏把所有外籍人员驱逐出境，并号召全部华夏人修仙。隔壁小日子更是嘲笑我们是牛马。而1年后神明降临，力压群雄，华夏就背负无数人黄饭。诸位道友，外面危险，待我人王酸，助我修炼如何？就在刚刚，华夏一众高层修炼成功，成为华夏第2批魔修。呵呵，真是舒服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这样的感觉了。这篇功法不挑人，只要有血气就可以修炼，并且藉此踏入修炼道路。就算被鹰将等国外势力窃取到修仙秘籍，他们把猪血喝到吐，也没有任何效果。同时，在修仙公布之初，要做好预热工作，要保证官方力量的暴力镇压能力，以免有混乱发生。放心吧，苏小友，我们会先提升军队的实力，确保之后能够掌控全局。不过，在这之前，我希望你们即刻通告全球，召回所有华夏在外的国民。在未来灵气复苏、末日来袭的时代中，我不希望还有我们的同胞流落在外，饱受欺凌。放心，苏小友，我向你保证，在修仙这条道路上，我们华夏的同胞一个都不会少。陈阁老，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马上下令外交部代表华夏发表一份声明，就说国家有紧急情况，半天之内召集全球华人回国。没问题，我们也会对所有回国的人员进行审查，杜绝间谍、内奸的混入。那些已经移民出去的怎么办？那些对国不忠、心怀一心的家伙，就让他们死在外面好了。2个半小时后，华夏发布了一条消息，随后全球各国侧目，短短2分半钟就直接引爆了各国网络，全世界一片哗然。我才不会回去呢，我宁愿在鹰江这边捡垃圾、住贫民窟，都比在国内舒服。我看华夏就是因为人口流失太严重，急了。就是我全家都移民过来了，华夏肯定是慌了。对，我看华夏怕不是想把我们骗回去杀吧？面对网络上的各种发言，对此华夏官方没有任何的解释，只是发表了一份补充声明。开除国籍，哟，好大的口气啊！可是我早已经是高贵的鹰将绿卡公民了耶。呵呵，我在欧洲留学，早就计划移民了，巴不得摆脱华夏的身份，开呀，直接开除我。虽然网络上争吵不断，但华夏官方选择沉默应对。有人渐渐意识到华夏是认真的，很多在国外旅游或者留学的人登上回国的飞机。张丽同学，我们包了回国的飞机，还有位置，你要一起吗？呵呵，你们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的。可是你不回去，国家会开除你的国籍，到时候你就不受国家的保护了。开除就开除呗，反正我马上就要获得鹰将绿卡了。你是在华夏长大，吃的喝的一切都是国家提供的，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我生来就是自由的女性，凭什么要受约束？我注定要在自由的国度追求自由的灵魂，我就不信华夏敢开除我们的国籍。下头男竟敢挂断我的电话！喂，华夏吗？你们那个召回全体国民咋回事啊？哦，没啥事，就是想他们了。不说这事儿了，我有个生意，你们要不要谈？啥生意？你们国家的生猪、牛羊等大型牲畜出口贸易，我们全包了，价格以高于售价的5%算，7天内交货。哈哈，这么大的生意，我干了。合作愉快。对了，我们国家的公民回国，你们送一下。好说好说，包在我们身上。对了，有些人好像不愿意回华夏，死皮赖脸在我们这，要把他们押送回来吗？我要的是牲畜，不是畜生。现在，世界大约1/2的大型牲畜全部被我们买了过来。另外，在对归国国民的审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许多间谍，一共有2万多名。这些人在国内有上线，我们顺藤摸瓜之下抓到了他们的间谍头子。喂，宋元，是我张丽。什么事？你们回国了吗？还没有，正在机场，马上就出发了。那你们等等我，我马上过来，和你们一起回去，待几天我再过来。不行，我们位置已经满了。你上次不是说还有一个位置吗？为什么不给我留着？你不回去，自然有热爱祖国的人回去，凭什么给你留着？那你让一个人下来，给我腾个位置。不是姐们，你以为你是谁呀？真以为自己是公主了？你想当牧羊犬，没人拦你，别人凭什么把回国的机会让出来？脑残在家待着，别出来祸害别人。你看你长得那个逼，好像上头，俺老孙就我就知道华夏都是一群这样的货色，不回去才是对的。真倒霉，又是一个 T0版本的大可爱。不愧是贴吧老哥，这攻击力我是认可的。请立刻停止前进，停止前进。对不起，你们不可以离开鹰将。一夜之间，华夏把所有外籍人员驱逐出境，并号召全部华夏人修仙。隔壁小日子更是嘲笑我们是牛马。而1年后，神明降临，力压群雄，华夏就恢复无数人皇范。诸位道友，外面危险，待我人王酸，助我修炼如何？就在刚刚，华夏召回海外学子回国，却惨遭鹰将阻拦。我的祖国喊我回国，我们回自己的家，你们有什么资格拦住我们？回家！你们现在在我们鹰将的土地上，我们想让你们离开，你们才可以离开，再敢前进，别怪我们的枪走火。
很明显，这是来自于鹰将上层的命令，并且在鹰将的各个州的不同机场内都在上演同样的一幕。不仅现在不能离开，今后你们都要受到我们的管辖。父亲同意不得离开鹰将。让我回去，祖国急召，肯定是有难了。我要回去支援祖国。呜呜呜！妈妈，我想回家。这些外国人好凶。谁来帮帮我们？谁来帮帮我们啊？全国同胞们，若你们在回国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请立即拨打外交部回国专线，我们将会以一切方式接你回家。喂，华夏外交部吗？您好，亲爱的同胞，这里是外交部回国专线电话，请问您是否遇到了困难？是的，我们有279人，全部被鹰将拦在了机场，不让我们回家。随后，宋元便哽咽着将情况描述一遍，如同在外面受欺负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家长，迫不及待地将心中的委屈全部倾诉。请您放心，祖国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想回家的孩子，我们即刻启动救助程序，期待与您在华夏团聚。诸位，国家派人来接我们了。总统阁下，刚刚华夏的陈阁老发了外交司令过来，要我们马上放他们的国民离开，否则将动用非和平手段。扣了就扣了，他们敢怎么样？打死我！目前来看，他们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据我们的卫星探测，华夏的航母已经从太平洋出发，正在向着我们这里驶来。总统阁下，我们在太平洋上空还发现了歼歼20战斗机的踪迹，他们并没有做隐藏，现在正向着我们的国土驶来。连5代机都出动了，华夏这是动真格了，这样一个不小心，可是会直接爆发战争啊！总统阁下，我建议放那些人离开，现阶段完全没有必要和华夏发生正面火力冲突。就这样吧，全部把他们送回去。遵命，总统阁下。华夏，你们给我等着。经过2个半小时的等待后，宋元以及鹰将各州机场的那些鹰将大兵在接了个电话后，也不甘心地开始撤退。成功了，同胞们，怎么走？那是，这里是华夏空军歼歼22战斗机1中队，亲爱的同胞们，祝贺你们踏上回家之路。接下来的旅程，我将为你们保驾护航。这里是华夏空军歼歼22战斗机3中队，亲爱的同胞们，祝贺你们踏上回家之路。接下来的旅程，我将为你们保驾护航。天下国秀千千万，在座各位战友们，你们看到那个视频了吗？战斗机保驾护航的那个。你们村刚通网吗？我昨天就看到了一个回国博主的直播，当时他就在飞机上，激动惨了。就是当3架战斗机出现，那句接下来的旅程我为你保驾护航，简直燃炸了。我就是上面的一位乘客，当时我都快哭晕了。许许多多的网友都在讨论着昨日的英雄战斗机保驾护航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所有看到视频的人心中都升起一股浓浓的民族自豪。哈哈哈，那些留在国外的人傻眼了吧？国家为了接我们回家，甚至出动了战斗机。试问全球，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我不得不说一句，国家都已经说了，无论在做什么，无论在哪里，都要立刻回来，甚至还给出了开除国籍的警告。这些人还不回来，已经跟汉奸没有区别了。嘿，我最恨的就是汉奸，希望国家快点开除他们的国籍。一群井底之蛙，你们根本没有见过自由的世界。华夏不是说好3天后开除我们吗？开呀，我等着呢。这都第4天了，我看又是不了了之了吧？我就知道华夏不敢，绝对不敢，就是吓唬人罢了。我就知道都是吓唬人的，什么3天后开除国籍，不过就是危言耸听罢了。华夏就喜欢搞这些卑鄙的事情，真是下作，不像鹰将，从来都是待人真诚。刘月，你说是吧？丽丽，我写了一篇小作文，你帮我看看。这是一篇痛斥华夏假仁假义、郭南愚昧无知的小作文，充满了对华夏和郭南的蔑视。就当张丽满意的欣赏着时，手机屏幕上方忽然弹出一条消息，才刚看第一眼，他整个人就愣在原地。怎么了？即日起将关闭所有非官方入境渠道，以下是开除国籍名单。华夏怎么敢？他们怎么敢真的开除我的国籍？这一刻，莫大的恐怖席卷了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黑户了。而与此同时，鹰将也发了一份声明，鉴于华夏对鹰将的挑衅，鹰将将会将全部的华夏移民开除鹰将国籍，取消他们的居住资格，收回全部房产，所有来自华夏的无国籍人士将逐出鹰将。这道消息一出，全世界哗然，华夏网友开怀大笑。牧羊犬现在全都成为丧家之犬了，无数尚未取得外国国籍的人直接就是眼前一黑，因为没有人能够相信华夏竟然一次性开除了数百万人的国籍，而他们也成为了被放弃的弃婴。我一直以为国家只是开玩笑，没有想到动真格了。我靠，竟然真的直接开除国籍，这得有好几百万吧，大手笔啊！
我早就看不下去这些牧羊犬了，活该！卧槽，真的好爽，爽得我头皮发麻。华夏的网友们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因为敌人固然令人厌恶，而汉奸却更加令人可恨。1200万华夏公民已经全部回国，700万外国移民已遣送出国，但是还有一些顽固分子，或是仗着自己国家和华夏关系好，或是仗着鹰将强大，死活要赖在华夏不走，其中以阿三和鬼子居多。无妨，过几天请他们去我的万魂幡里唠唠嗑就是了。国际上大型牲畜的交易也正在稳步进行，目前已经达成的交易量预计足够全国国民修炼半年。半年足够了，只要3个月，华夏就可以完全自给自足，再不用向国外求购了。我已经让5大军区全军出动，已经在边境线布下了隐秘防线，并且我们切断了国内和国外接轨的网络，避免情报的泄露。虽然各国必然察觉，但是能够多拖延一段时间。现在军中已经开始修炼血魔圣经，预计3天后将产生第一批炼气期的修仙者。我在社会上也通过开放影视、专家访谈、直播讨论的方式进行了一波预热。现在全国民众都已经知道了修仙的存在，并且有很多相关的短视频成为热搜，预热已经差不多了。好，既然一切已经准备就绪，那么就正式启动全民修仙程序。第一步，向全国学校发放炼气手册。天下魔修千千万，在座各位战友们，就在刚刚，全国各校发放炼气入门手册，全民修仙正式启动。富贵，今天上课老师都教了你们一些什么呀？小姨，我给你说，今天我们发新课本了，叫什么炼气入门手册，我看都看不懂。哎，修炼炼气入门手册，富贵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可能记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课本。李珊珊看着国家全民修炼工程指导教材这行字，表情无比精彩，她有一种第4天灾撞破次元壁的感觉。我是不是出现幻觉幻听了？同学们，请立刻返校上课，所有空闲课程时间全部修炼修仙功法，加学分。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国家修仙工作指导小组成立，宣布正式启动全民修仙工程。这些通知一经发出，立刻引起全国网友的疯狂讨论。我儿子今天放学拿回来一本修炼手册，说他们以后就学这个。我也是，我儿子今天还带了一瓶足血回来，说他们老师让他们每天都喝。卧槽啊！我是高考生啊，苦学英语12年，你告诉我不考了？难道灵气真要复苏了？妈呀！我想到了最近国家的大动作，细思极恐啊！原来都是在为修仙做铺垫，国家这盘棋下的也太大了。虽然我不敢确定这个修炼是不是真的，但是我选择相信国家。灵气终于复苏了，少爷我成了，我成了。李珊珊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好一会才接受这个现实。翻开炼气功法，仔细看了，内容通俗易懂，很容易就能够理解，就是有点离谱。这什么修炼功法这么接地气的吗？小姨，我以后上课是不是可以天天玩了？确实是不用上课了，天天还能吃毛血旺呢。太棒了，我喜欢吃。不过以后你顿顿都只能吃毛血旺了啊！而且可乐也不能喝，每天要生喝出血。而且你也不能出去玩，每天都要打坐修炼，每天都只能玩1小时。这一日，整个华夏的国民全都震动，一夜间所有的学校取消了全部课程，全都转为修仙，甚至就连大山深处都有国家派遣专门人员送去修炼手册。总之，这一场灵气复苏，华夏没有放弃每一个国民。在未来，华夏将是全民皆魔，共抗强敌。然而，不论多么光明的地方，总会有不和谐的声音诞生。什么修仙根本就不可能，现在是科学的时代，修仙都被证伪了。对，而且这个所谓的修炼功法我看了，要吞噬血气才能够修炼，岂不是说会有无数的小动物被残忍的虐杀共计修炼？小动物那么可爱，你们怎么杀得下去的啊？我呼吁所有人一起抵制修仙，这根本就是魔道邪道。傻逼，这种人就不要让他修仙了吧！我建议国家顺道把他的国籍也给开了，圣母婊和狗不配修仙。同意，建议开除他们的国籍。虚伪，当 M 当习惯了是吧？好，不仅想拖累大家，甚至还要阻止国家崛起，这他 M 跟民族罪人有什么区别？
据我们的统计，现在全国所有的学生已经开始了修仙了，社会上的反响热度也很高。在我们提前的预热下，很多人都接受了修仙的存在。但是还是有一些素食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发的功法过于血腥，不忍杀生，也不相信国家的话，表示誓死不修仙，甚至发表了大量的抨击性言论，斥责修魔的事情。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本就是世间万物的真理。像这样圣母心泛滥的家伙，要不沦为丧尸、怪物的考量，要不就会成为了魔修万魂幡之中的一个鬼奴。别的我们可以不用管，但是有一点需要做到，那就是所有的士兵一定要修炼。放心吧，苏兄弟，今天过后，我们就有了2万炼气士兵。他们回去后，就通过你教的指引法门，教导更多的士兵修炼。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将有第1支修魔者军队。那么第20批魔道士兵就在今日诞生吗？传来！天下魔修千千万，在座各位战1万。就在刚刚，华夏200万大军全部成为魔修，攻入各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撒，今天为大家讲解修仙的等级划分，总共分为前辈境、道友境以及最后的蝼蚁境，相信大家应该能够听懂吧。现在我们再来讲解一下血魔圣经。随着主持人小撒的缓缓描述，关于修仙的神秘面纱一步步在网友们面前揭开，所有人心中都是跌宕起伏。国家什么时候开始全民修仙啊？我已经等不及了。对，前天我儿子突破成为了一个炼气修士，妈的，一顿饭能吃半头牛。我家孩子调皮的很，再不修炼，我都快打不过我儿子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可以关注全国修仙办账号，今天或许会发布重要通知哦。自今日起，境内的所有华夏公民开启修仙纪元，所有公民即可开始修仙，并将派遣修仙教官进行转专业指导。最后，祝大家仙运顺遂，祝祖国仙道昌隆。国家公告一经发出，华夏举国沸腾。这天，无数的车辆直升机驶往祖国的大江南北。那个了解修仙直播间说炼气期就可以百病全消，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惜从学校里借来的炼气手册完全没有任何效果，也不知道王爷爷撑不撑得过这个春天。你好，你是西驼村的村官吗？是的，请问你这是？你好，我是国家派来咱们村的修仙指导员，是来帮助咱们村民修仙的。何静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你们终于来了，王爷爷快不行了，你能帮我看看吗？好的。静娃子，我还撑得住，你去忙其他的，村里离不开你。何静眼圈发红，因为县里曾经表示要送王爷爷去最好的医院，可是却被王爷爷严词拒绝了，说自己一把老骨头反正就要死了，不能给国家添麻烦。王爷爷，这是国家派来的修仙指导员，专门指导我们修炼的，怎么样，能救救王爷爷吗？放心吧，交给我。我都快要死的人了，何必让国家为我浪费精力？前辈别说这种话，你们是我们的丰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了，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年轻人，不要有压力，我早就做好死的准备了。这一辈子，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马踏东京赏樱花。不要说了，老爷子，就算你死了，我要从鬼门关给你抢回来。老爷子，回想功法，引导体内的灵力消化泄气。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天，谢谢你小伙子，替我感谢国家。都是应该的。村委会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我去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很快，王爷爷从鬼门关顺利逃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而在全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直接让全国民众对于修仙的效果产生深深的震撼，纷纷如火如茶的投入到了修仙浪潮之中。我去，这又是一个小天才，至少说也得有几百斤了吧？就这样举起来了，这得突破炼气期了吧？看博主小姐姐说，这是她的侄子，现在才8岁。8岁？你告诉我这是8岁？8岁炼气期还不让人活了？古有霸王取鼎，现在有8岁扛冰箱了。刚刚我还在另一个视频里面见到了一个叫宋元的天才，也是刚修炼就炼气，虽然已经是大学生了，但是他竟然可以将血气溢出体外。这莫非就是国家说的有特殊天赋的修士？我去，你们还有时间刷视频？修炼功法都灵了吗？都学会了吗？此时，所有人像是打了鸡血，纷纷向着各自小区的修仙指导员跑去。
我也是天才，凭什么我们黑人不可以修炼？你凭什么不给我男朋友发修炼功法？他肯定也是天才。对，凭什么不发给我？黑龙也是龙，修炼功法应该有我一份。